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几年好像努力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？以前我们被教导，只要肯拼、肯吃苦就能出头。可现在你再怎么熬夜加班，房价还是在往上跑，薪水却像卡在原地。你拼命追，却像在跑一场永远跑不完的马拉松。有时候你会怀疑，是不是这个世界对出身寒门的人根本不公平？但真相比你想的更残酷，寒门难出贵子，不只是因为穷，而是输在了3种思维陷阱上。第一种陷阱叫勤劳迷信，这是老一辈人最常灌输的观念，只要勤劳，一切都会变好。可现实是，勤劳只能保你不饿死，不能保你翻身。你以为自己努力在往上爬，其实只是用尽全力维持在原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变了。20年前，勤劳确实能改变命运。那时市场开放，信息不透明，有胆识的人就能先一步赚到。但现在信息透明，竞争全球化，光靠勤劳早就不够用了。你看那些真正翻身的人，不是最努力的，而是最懂杠杆的。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，根据世界不平等报告，全球收入前10%的人掌握了将近一半的财富，而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是每天多早起，而是懂得让钱替自己工作。这句话你可能听过很多次，可关键是你真的理解过它吗？想想看，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？每天工作12小时，省吃俭用，结果还是月光。反而有些人看似轻松，投个资、转个租、买个股票，反而越过越富。你心里可能会想，他们运气好了。但真相是，那不是运气，而是思维模型不一样。寒门子弟最大的悲哀，就是太相信努力这件事本身有魔力。可努力只是燃料，不是方向。你拼命踩油门，却没发现车早就开错了路。第二种陷阱叫安全感陷阱。这个陷阱更隐蔽，因为它听起来很对。从小我们被教导要稳定，要有保障，别冒险。可在这个变化比薪水还快的年代，稳定本身已经是最大的不稳定。你去看看今年亚洲的就业市场，从2010年到2024年，白领薪资增长不到 15%， 但生活成本涨了超过 60%。 换句话说，你守着稳定，其实是在慢性贫困。很多人嘴上说要财务自由，实际上却一辈子在追求安稳的牢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被安全感驯化了。他们宁愿待在一份没有未来的工作，也不敢去学新技能；宁愿把钱放在银行吃那点利息，也不敢研究资产配置。他们不是不聪明，而是被恐惧绑住了。这就像温水煮青蛙，你以为那份薪水是保护你的温水，其实它正一点点夺走你改变命运的勇气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不会变，而是有能力应对变化。还记得2020年那一波疫情吗？一夜之间，多少公司倒闭，多少人失业。当时最安全的不是那些有铁饭碗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在变局中转身的人。会剪片的开了线上课，懂电商的转型做代运，有眼光的低点买进资产。那一刻你会发现，所谓寒门与贵子，差的不是起点，而是思维反应速度。第三种陷阱比前2个更致命，叫短期思维。这是现代人最普遍的病。你看现在的社交媒体、短视频，所有东西都在强调快，快速致富，快速成功，快速变现。结果大家的耐心都被掏空了。真正的阶级逆转从来不是一夜暴富，而是一场长期布局。但寒门子弟往往没被教过这种思维，他们太渴望立刻改变命运，反而陷入一个个陷阱。炒股几天没涨就心慌，创业半年没起色就放弃，投资学半年没回报就说没用。
这不是失败，是短视。有句话说得很狠，有钱人赚复利，穷人追及时奖励。富人习惯种树，穷人只想摘果。所以同样10年，结果完全不一样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要怎么破？怎么在这个结构性困局里找到出路？答案是先改思维，再谈翻身。因为阶级不是靠努力换的，是靠思维突破的。很多人听到思维改变命运这句话会翻个白眼，他们觉得那是心灵鸡汤。但你仔细想，如果努力真的万能，为什么最努力的总是拿到最少的？为什么工地工人、护理师、外送员每天拼命干，最后还在算着下个月的账？而那些看似轻松的人，坐在办公室里敲几下键盘，资产却越滚越多。这不是天生的差距，而是思维结构的差距。你可能没注意，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就是他财富的天花板。穷人看安全，中产看机会，而富人看系统。举个例子，有位男生小时候家里很穷，父母靠摆摊养大他。他大学毕业后做银行业务员，月薪3万多，每天被客户骂，被业绩压。但有一天，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自己帮客户买基金、买保险、买债券，自己却从没研究过这些东西？于是他开始悄悄学投资，从基金到 ETF， 从债券到房地产。他不是一夜暴富的那种人，前5年几乎没赚到钱，反而亏过2次。但他坚持用长期思维去理解市场，记录每次买卖的原因。10年后，当身边同事还在领薪水、买名牌时，他的资产已经超过2000万。那不是运气，是复利，是认知的结果。他后来总结一句话：我最大的转折不是赚到第一笔钱，而是第一次懂得钱是怎么运作的。这就是贫穷与富有之间最深的一道墙。穷人忙着赚，富人忙着算。很多寒门出身的人一辈子在追收入，却从没追过系统。他们想的是，我今天多赚一点，生活就好一点。可富人想的是，我怎么建一个能持续赚钱的机制，让我哪怕睡觉都在生钱。这听起来抽象，其实一点都不。比如，你会发现真正的富人很少靠时间换钱，他们靠资产换钱，靠影响力换钱，靠系统换钱。这不是说你要马上创业，而是要开始想，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被复制？是不是能被别人替代？如果答案是，那你赚的只是一次性的钱。如果答案是否，那才是你的护城河。贫穷的思维总在问，这能不能让我马上赚？富人的思维总在问，这能不能让我一直赚？而这差别就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跨层。我记得一个朋友，他以前是补习班老师，收入还不错，但他每年都被工作压到喘不过气。后来他突然明白，我能教10个学生，但我录下来的视频能教1万个。于是他开始录课，建立网站，卖线上课程。前期没人买，没人看，他硬撑了1年半。到第2年，课程突然爆红，他赚的钱比以前10年加起来都多。这就是系统化思维。寒门子弟缺的不是能力，而是格局。他们太忙了，忙到没时间抬头看路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的翻身从来都不是靠更努力，而是靠想得更远。有一个很现实的数字，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·皮凯蒂的数据，资本回报率 R 平均约为 4% 至5%，而劳动收入增长率 G 平均不到 2%。 这意味着光靠工作，你永远追不上资本的脚步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
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你必须变成资本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，不是你要变成富人，而是你要像富人一样思考。这就是第3个突破点，从劳动力思维转向资本思维。很多人一听资本2个字就觉得离自己很远，他们会说，我又没钱，怎么可能变资本家？但资本不只是钱，它是一种资源整合能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身边的朋友、你的技能、你的时间都是资本？你能不能用这些资源搭建出一个系统？比如你是设计师，你能不能用作品建立社群？你是老师，你能不能把知识数字化？你是上班族，你能不能建立副业现金流？你不需要有钱才能开始，你需要的是思维转弯的那一刻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人开计程车跑了1整年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油钱、租车费扣一扣，还得向朋友借钱周转。也有人同样开计程车，但他每天观察客人的谈话，记录路线，整理心得，慢慢发现哪些路段人多，哪些时段利润高，甚至主动与公司谈合作，变成带司机培训的新顾问。2个人起点一样，车一样，路一样，最后收入却差了3倍。差的不是运气，而是思维。一个只是在开车谋生，另一个在经营系统。这才是真正的寒门破局，不是靠背景，而是靠认知叠加。认知叠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靠运气，而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解层次。你开始理解钱的流动、市场的逻辑、人性的弱点。当你懂这些，你就能提前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所以那些真正能翻身的人，他们不会问现在做什么最赚钱，他们问的是下一个10年什么会变贵。想想看，10年前谁相信网红能赚钱？20年前谁相信软件公司能超越石油？现在你觉得 AI 离你很远，其实10年后你的工作可能就被 AI 取代。而那些能利用 AI 赚钱的人，今天也许还在你身边默默学习。所以真正的寒门逆袭，不是拼命追眼前的钱，而是看清未来的钱往哪里流。要翻身，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神秘，不是一定要创业，要炒股，要买房。真正的逆袭，往往从一个小小的转念开始。我认识一个女生，她出生在嘉义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爸妈都是工厂工人。她大学念的是大众传播，但毕业后找不到理想工作。一开始她进了一家广告公司，薪水2万8，每天加班到半夜。她那时候常常问我，我是不是一辈子都只能这样？我记得当时我对她说了一句话，如果你只在薪水上努力，你的世界就永远被公司定义。他愣了一下，后来开始观察老板、客户怎么思考。他发现一个秘密，那些真正赚钱的人从不靠一个收入来源。于是他开始在下班后写部落格，分享自己做广告的经验。1年后，他开始接到品牌合作。2年后，他转成自由接案。3年后，他成立自己的小团队，客户从台湾接到新加坡。现在他月收入是以前的6倍。他没改变命运的起点，他只是换了思维的起点。这就是第一步，从被动到主动。寒门子弟的最大劣势是习惯等命运分配，他们习惯被安排、被雇佣、被指派。但在这个时代，你要学会自我发行。你不只是一个打工者，你是一个个人品牌。这个时代的贵不是姓氏，
而是影响力。一个能把自己讲清楚、做出价值的人，比任何学历都更稀缺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没资源啊。那你知道吗？在2025年的世界里，最强的资源就是表达。你有手机，有网络，你就有舞台。问题是，你敢不敢开始？很多人卡在完美主义陷阱里，总想着等我准备好，等我更懂一点，等我有钱一点。但世界不会等你，那些敢边学边做的人早就走在前面了。这就是寒门的第一层突破，从执行者变成创造者。接下来是第二步，从时间思维变成复利思维。很多人以为复利只是金融概念，其实复利存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选择里。你每天滑手机2小时，一年浪费700多个小时。但如果你每天花1小时学理财、学市场，1年后你会拥有一套别人没有的判断力。5年后，你会用那套判断力赚回自由。我认识一个大叔，45岁才开始学投资。他以前在邮局上班，典型的稳定族群。但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退休金再怎么算都不够。于是他开始研究 ETF 股息股。一开始看不懂，亏了2次。但他不放弃，继续记录、复盘。7年后，他靠分红股建立被动收入，每月进账5万台币。不是多到惊人，但够让他安心。他说，我这一代不一定能变富，但至少能不再焦虑。你看，这就是复利的力量，不是暴利，而是时间的红利。复利的核心是让每一个选择都能叠加下一个机会。你今天的阅读变成明天的判断力，你今天的人脉变成明天的资源，你今天的坚持变成明天的信任。寒门翻身从来不是靠奇迹，是靠这种慢热的积累。你越早开始叠加，越早脱离命运的重力。第3步，从生存焦虑转向价值思维。这一点最难，因为穷不只是钱包空，而是思维被压扁。很多人一生都在解决明天要吃什么，根本没空想我能提供什么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同样卖饮料，有的人开一间小摊子只能糊口，但星巴克能卖到全世界？因为后者卖的不是咖啡，是体验。穷人关注成本，富人关注价值。穷人问，这样能省多少？富人问，这样能创造多少？如果你总是想着不要亏，那你永远不会赢。我认识一个老渔夫，他年轻时靠打鱼养家，后来年纪大了，体力跟不上，但他没放弃。他开始录影，拍下自己出海的过程，上传到网络，讲捕鱼技巧、海上故事。一开始没人看，但他坚持2年，粉丝慢慢增加。后来品牌找上门，他开始带海钓团卖渔具。原本快被淘汰的职业，因为内容价值重新活过来了。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寒门思维逆转。不是拼体力，而是拼认知；不是求安稳，而是求成长。而且，当你开始提供价值，世界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。你可能会遇见贵人，可能被看见，也可能被邀请进入更高的圈子。那一刻你会发现，阶级不是墙，而是门。门不开，是因为你还没学会敲。所以，当有人说寒门难出贵子，我从不反驳，因为确实难。但难不代表不可能，难是因为要先跨过3道墙：一是盲目的勤奋，2是错误的安全感，3是短视的思维。
只要你敢去拆第一块砖，后面的墙都会松动。你不需要背景，不需要靠山，你只需要让自己成为值得被信任的人。只要你的思维开始复利，命运就会开始松动。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不是穷，而是你习惯了穷，是那种已经不相信自己能改变的麻木。我看过太多人，他们不是被现实打败，而是被自我设限困住。他们一开口就说，我这年纪不行了啦，我学历不够，我没关系。他们以为那是认清现实，其实是提前投降。但我也看过另一种人，他们一样出身寒门，却有一种倔劲。他们不服，不认命，不停下。我有个朋友叫阿成，他高中毕业后就进工地做水电工，每天汗流浃背，吃便当，加班。但他有一个习惯，每个月都去书店做一天，看别人怎么赚钱，怎么经营。他看了3年书，攒了点钱，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。白天他照样干工地，晚上就去拍婚礼、拍房子、拍广告。一开始没人理他，他免费帮人拍。后来有一对新人找他拍婚礼，那支影片被放上网，一炮而红。10年后，他的工作室成了地方最有名的影像品牌之一。他常说一句话，我不是聪明，只是我不想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每个有故事的人背后都有那种死也不认命的力量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一代人有多难？薪资涨不过通膨，房价高到离谱，连一杯咖啡都变成消费焦虑的指标。但越是这样，你越要有反骨，因为现实不会帮你改变，它只会奖励那个感动的人。有时候改变命运真的只差一个念头。人到某个阶段，不是没路走，而是你不敢走。我知道你可能会想，那这些人是不是特别幸运？是不是刚好遇到对的时代？不，他们只是比别人多半步的勇气，那半步就是命运的分界线。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残酷的不是贫富差距，而是认知差距。穷人学的是技能，中产学的是管理，富人学的是认知。而认知最贵的部分不是知识本身，是敢改变的那一刻。就像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问，现在学什么最有用？但真正厉害的人会问，未来5年什么会被淘汰？他们提前思考，提前准备，所以等别人慌的时候，他们早就布局好了。你知道，世界真的不会奖励最努力的人，他只奖励最有方向感的人。方向错了，越努力越悲剧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越拼越累，因为他们在用上一代的逻辑去活这个时代的游戏。上一代靠稳定活着，这一代靠成长活下去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辛苦、焦虑、看不到希望，那不代表你走错路，那代表你在觉醒的边缘。痛苦不是坏事，痛苦是系统要你更新。你想改变命运，那就从今天开始。别再问我能不能，要开始问我还没学会什么。别再怪社会不公平，要先看看自己是否还在旧思维里打转。别再把焦虑当成敌人，因为焦虑其实是成长的信号。每一次的焦虑都在提醒你，你已经不适合待在原来的世界了。我想用最后一段话送给每一个努力却迷茫的人。你可能出身平凡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你可能走过很多弯路，被骗过，失望过，但请你记住，
命运的门不是被谁关上的，它只是等你拿出钥匙。那把钥匙不在别人口袋里，它在你的手里，叫思维。只要你换个思维，你就换了人生的算法。努力是输入，方向是系统，思维才是操作系统的更新。有钱人靠资源赢，但寒门出贵子靠的是觉醒。觉醒之后的努力，才叫命运的反攻。你不需要比别人更聪明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清醒一点。因为当你开始觉醒，世界会一点一点为你让路。寒门难出贵子，不是因为穷，而是太多人穷的只剩下努力。当你开始学习如何让思维生钱，让系统替你工作，让时间帮你复利，你就不再是寒门，而是下一代的贵子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